温以宁，看在咱俩相识一场的份上，我让你死个明白。傅氏破产，傅斯年中枪，你父亲猝死，都是我一手安排的。傅斯年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要这么狠心？兄弟，你知道吗？我想要的是傅氏的江山，是他傅斯年所拥有的一切。沈泽安，我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的。那你就安心去死吧。我回来了，距离结婚纪念日还有30天。傅斯年，上一次是我蠢笨，被沈泽安蒙骗，害你丢了性命，害沈家万劫不复。这一次，我一定护着你，亲手撕碎他的伪善面具。第100次轮回，我还是没能躲开的。前99次，我试过所有方法都没能护住他。这一次，我又推开他，哪怕他恨我入骨，只要他能平安。傅氏一脉，情结为重，爱人如彼岸花，花开不见叶，花叶不相逢，百世轮回，百次相残。同生不能同死，相爱不能相守，直至一人魂飞魄散，方可终结。百次轮回，终有一见。傅斯年，我们很快就会见面。傅斯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字我已经签好了，我名下的别墅还有傅氏集团30%的股份都给你。我们马上就到结婚纪念日了，你现在跟我离婚，为什么？为什么？温以宁，因为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和你结婚不过是为了满足老爷子的遗愿。现在我不想演了。我不信，你骗人！给你3天时间，签好协议，从傅家别墅搬出去。为什么跟上一世不一样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宁宁，别怪我，只有让你恨我，离我远远的，你才能躲开沈泽安的刀。99次了，我试了所有办法。封了公司，跟他决裂，甚至提前杀了沈泽安。可每一次，他还是会死在我面前。我越提前动手，蝴蝶效应越烈，他死得越早，甚至连怎么死的都变得不可控。这第100次，我只能顺着他的歧路走，绝不能再轻举妄动，哪怕他恨我入骨，只要他能平安。这第100次，不管发生什么，我绝对不会再看着你死在我面前。傅斯年，我倒要看看，没了傅氏大权，你还能护他到什么时候？哼！林助理，我吩咐你2件事，立刻去办。大小姐，您尽管吩咐。第一，查沈泽安近期以来的账户往来，尤其是跟海外匿名账户的往来，一个都不能漏。第二，查傅氏集团3位老董事最近的行踪，他们说了什么内容，每一句话我都要知道。大小姐，您怎么会知道沈总和董事们私下有往来？这些事情，就连副总都刚查到苗头。不该问的别问。还有，这件事不要告诉傅斯年。是，我立刻去办。上一世，我错信了沈泽安的伪善，看不透他藏在笑脸下的算计，才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这一世，他的每一步棋，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可傅斯年到底怎么了？一个拿命护我的人，绝不可能突然就不爱。上一次根本没有离婚这一出，他突然提离婚，处处推开我，一定是在瞒着我什么，甚至是在护着我。傅斯年，你想一个人扛？不可能。这一世，我不仅要撕碎沈泽安的面具，还要把你藏着的秘密
一点一点挖出来。宁宁，别插了，别卷进来，你越是靠近，我越是怕。怕这第100次，我还是护不住你。这次的宁宁不一样了。来了，子安。依宁，我听说副总要跟你提离婚，我就赶紧着急赶过来了。你没事吧？是不是傅斯年欺负你了？我能有什么事儿？他只是不爱了，演不下去了。我就知道他对不起你。啊，这个是你最爱吃的那家手工点心，我排了好久队才买到的，你尝尝。刚吃过饭，现在吃不下，先放那儿吧。啊，对了，子安，我还有件事想问你。你说，只要我能帮到的，我肯定帮你。傅斯年在公司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他跟我离婚，是不是不想因为项目出的问题影响到我呀？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他。依宁，不瞒你说，傅斯年最近在公司独行专断，导致项目出现了大窟窿，董事会早就对他不满了。他跟你提离婚，恐怕也是早就想好了，要把所有的烂摊子全甩给你。原来是这样啊，那公司项目的窟窿有多大呢？前99次，他就是在这里一步步掉进沈泽安的陷阱，这次竟然躲开了，他什么都知道了。立刻查沈泽安带来的点心，送去化验。另外，24小时盯死他，他敢碰魏以宁身边的任何东西，直接废了他的手。依宁，要是傅斯年再欺负你，随时告诉我，不管什么时候，我永远都站在你这边。走了。站我这边，沈泽安，上一次你欠我的，欠傅家人，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大小姐，查到了，沈泽安已经篡改了项目核心数据，在董事会那天直接举报副总挪用公款8000万，和你预判的分毫不差。哇，他竟然提前动手！泽安，我听说傅斯年跟魏以宁提了离婚，消息倒是挺快，怎么很开心？当然开心。魏以宁凭什么生来就高高在上？凭什么嫁给你都比不上的傅斯年？他早就该被甩了。光开心没有用，他就算是离婚了，也还是傅家少奶奶，手里还有股份。想让他彻底抬不起头来，站到我身边，就得帮我一个忙。我帮，只要能扳倒魏以宁，要我做什么都行。别急，很快就会有结果的。你先盯着他的动向，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副总，这就是本次项目的全部进展，预计下个月初就能正式上线。副总，项目的各项报备材料我都已经整理齐全了，流程完全合规，您可以随时查阅。数据核对过了吗？确定没有问题？副总放心，所有数据都经过了3重核对，绝对不会出任何差池。负责项目核算的老张也全程跟进了整个流程。老张主管负责了全部流程，数据肯定不会出错的，对吧？是的。既然没有问题，那就按计划推进。绝对不能轻举妄动，一旦我提前反击，沈泽安就会把矛头对准宁宁。前99次，就是因为我太着急拆穿他，才把宁宁拖入深渊。这一次，我只能等他先出招。
在瓮中捉鳖。沈总，数据已经按您的要求改好了，流水也已经做平了，绝对看不出来。你答应我的50万，还有我的妻儿，钱明天就会打到你卡上。至于你的妻儿，只要你在董事会上咬死，是傅斯年让你做这件事，我保证他们平安回家。我知道了，我一定按照您说的要求去做。事情都按照您吩咐的来办了。做得不错，记住，傅斯年的软肋是温以宁，必要时从他下手。记住，你父亲的仇能不能报，全看你能不能扳倒傅家。是，我明白。爸，我一定会让傅家血债血偿。各位董事，我也是刚刚才查到这些证据。副总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核心项目公款高达8000万，不仅给公司造成了巨额的亏损，更是触犯了法律。什么？挪用8000万？这证据我看着十分相识，到底怎么回事？老张，你是这个账目的核心财务负责人，所有的流水都是你经手。你当着各位董事的面说实话，这些证据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所有的流水都是副总亲自让我操作的，我不敢不从。简直无法无天！按照公司章程，立即暂停傅斯年所有职务。同意。副总，事到如今，还请你交出公司的所有权限，配合调查。副总，哦，不对，现在应该叫你傅斯年了。没想到吧，你一手创办的傅氏，现在落到了我手里。你想要的，不过是傅氏的钱和权。放了我的家人，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傅斯年，你调查的挺清楚，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有心思管别人死活？你不知道吧？我想要的，从来都是你一无所有，身败名裂。副总，核心项目数据泄露，项目违约，对方要求我们至少赔偿3个亿巨额违约金，否则就要提起诉讼，这可怎么办呀？而且就在刚刚，董事会把我们的备用资金全部冻结了。傅斯年，你以为我还会给你留翻盘的机会吗？这一次，我断了你所有的路。我还是低估了他的速度，到底要怎么破局？果然，这里的公式被改了，和沈泽安上报的数据完全对不上，尤其是辅修的网络安全，没想到竟成了我们翻盘的底牌。快点，再快点！老张，妻儿现在就在我手里，按我说的改数据，做假证，能停止让傅斯年挪用公款，事成我放他们平安回家。沈总，这是违法的，我不能做。犯法！你要么听话，要么给你的妻儿收尸，别逼我动手。沈泽安，你当真做得天衣无缝，拿50万贿赂老张，还拿他的妻儿威胁。思念，我找到你的铁证，我终于可以为你洗脱冤屈。沈泽安，你的死期到。傅思念，你看到这些证据，会不会猜到是我做的？
这么傻，我费尽心机把你推出去，你怎么还是闯出来这场纷争？每一次我都只能看着他死在我面前，前33次我就是拿到证据立刻反击。沈泽安狗急跳墙，当天就绑走了宁宁。我不能再让他受一点伤害，绝对不能。这份证据不能现在用，一旦反击，沈泽安背后的人必定会提前出手，把宁宁拖入更深的深渊。我要布好所有局，揪出他背后的人。傅斯年还真是沉得住气，到现在为止竟然没有任何动作，那就给你添一把火，等你的名声彻底烂了。泽安，还有温以宁，就算傅斯年跟他提了离婚，他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富家少奶奶模样，我真是看不顺眼。那我给你一个机会，跟我一起让傅斯年身败名裂，让温以宁再也抬不起头来。我答应，我马上就去办。上学的时候他就压我一头，我早就想让他彻底抬不起头了。事情做干净点儿，别留把柄。我要让傅斯年在傅氏彻底抬不起头来。许之意、沈泽安，你们想用下三滥的手段毁了傅斯年，真当我没有还手之力？救我！傅斯年在打我，他根本就不爱我，一直家暴我，谁能救救我？许之意、沈泽安，用这种下作手段勾结抹害，真当我没有还手之力？马上远程监视许之意的私人设备，稍后等我消息。泽安，你看，现在全网都在骂傅斯年，温以宁到现在都不敢出声，怕是怕了。这下傅斯年就算是长100张嘴，也说不清了。做得不错啊，温以宁肯定不敢站出来澄清，这口黑锅傅斯年背定了。等他彻底身败名裂，傅氏集团就彻底是我们的了。现在他们在闹离婚，温以宁怎么会帮傅斯年？我就是看不惯温以宁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凭什么他生来就一切？泽安，等我们拿到傅氏，你可不能忘了我，到时候记得把傅斯年留给我。唉，放心，肯定不会亏待你。天哪，原来是伪造的！许之意也太恶毒了吧！之前骂错了副总，对不起。合着是沈泽安和许之意联手搞事，想吞了傅氏集团。许之意这下彻底凉了吧？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许之意、沈泽安，你们欠傅斯年的，我今天要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泽安，怎么办？温以宁把所有证据都放出来了，现在全网都在骂我。废物，连这点事儿做不好吗？温以宁，我倒是小瞧你了，这么豁得出去护着傅斯年。看来你们两个从来就没有真正断过联系。也没想到他会留后手，我们现在怎么办？会不会被抓进去啊？慌什么？我还有后招。温以宁，你不是能护着傅斯年吗？本来还想着这么多年情分放过你，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还能不能全身而退。
立刻拿着这份欠条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财产保全，查封傅家别墅以及傅斯年名下所有资产。还是沈总有办法。所有手续按照最快的速度办，我明天就要看到查封通知。等一下，这次别再出差错。温以宁、傅斯年，这一次我要彻底断了你们所有退路，让你们一无所有，再无翻身可能。傅斯年，怎么回事？别墅怎么突然被查封了？与你无关。沈泽安针对的是你，我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傅斯年，你到底还要把我推到什么时候？够了，你不要反对，按我说的做。搬去我另一个公寓，那里比较安全。他明明可以不管我，却特意安排新住处，可又偏偏这么冷漠。他到底在瞒着我什么？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在这里，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出门，更不要去查沈泽安的事。傅斯年，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你明明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总是装得这么冷漠？宁宁，对不起，只有把你藏在这里，沈泽安才找不到你，只有让你恨我，你才能平安。轮回，傅斯年，他也重生了。不，他经历了不止一次。温小姐，你比我想象中要勇敢，我还以为你不敢来见我呢。有话直说，约我出来不是为了喝东西吧？我约你出来是为了给你这个，看看你心心念念护着的傅斯年到底在瞒着你什么。温小姐，你还不明白吗？傅斯年精神早就出问题了，他现在天天写这些疯疯癫癫的东西，什么轮回，什么死了一次又一次，是一个疯掉的赌徒，连自己的命都不在乎。他一次次推开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护着你，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鱼死网破，你跟着他只会被拖入无尽的深渊，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你闭嘴！怎么被我说中了？温以宁，离开傅斯年你才能活，只要你离开他，把你父亲留下的傅氏股权交出来，我可以放过你。沈泽安，你别白费心思了。无论傅斯年经历了什么，我都不会离开他。你欠我们的，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日记碎片已经按照你吩咐的给他了，他果然乱了阵脚。傅斯年，你要烧的是什么？是轮回的日记是不是？什么轮回的日记？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一次次看着我死，对不对？所以你才要跟我离婚，把我推开，说不爱我，对不对？你觉得推开我就能护我平安，对不对？傅斯年，你怎么这么傻？你有没有问过我？是，前99次轮回，我拼尽了全力，试过了所有方法，可我到最后都没有护住你。我一次又一次看你死在我面前，宁宁，我真的怕了。这一次，我只有把你推开，让你恨我，你才能平安。我不要你推开我，傅斯年，我求你了，
我要跟你在一起，我死都不怕，你不要推开我。宁宁，就这一次，求求你，马上就结束了。我不想看你一个人承受所有，让我陪你好不好？不行。为什么不行？既然99次我依旧没有被你救活，为什么不能我们俩一起去面对？一起面对。温以宁，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轮回因果？只要你还待在我身边，就注定会死。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你在我面前死一次，哪怕一次都不行。我不怕死，但我也不怕。比起死，我更怕你一个人承受所有痛苦。宁宁，你到底要我怎么办？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既留住你，又护你平安？我可以答应你，让你和我一起面对，但是你也必须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不能擅自行动，也不能离开我的视线范围，听明白没有？好，我答应你，保证不擅自行动。沈泽安的第一步一定是篡改项目数据，然后嫁祸给我，策反董事会。前20次我都栽在了这一步，等我反应过来，富士集团的掌控权已经被他拿走了，并且断了我所有的后路。原来他前99次经历了这么多算计和背叛，承受了这么多痛苦。但是沈泽安的最终目的从来都不是富士集团，而是我和你。前99次他每一次都在我们结婚纪念日当天动手，现在还剩下20天，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好，那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把我们所有失去的都拿回来。宁宁，这一次我们一定可以一起打破轮回，一起活下去。想知道沈泽安转移富士资产的完整证据，今晚8点城郊废弃仓库，一个人来。沈泽安还是老一套的手段，想引我一个人过去，拿我当人质，威胁傅思年。思年，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沈泽安给我发了消息，约我去仓库，想拿我当人质。沈泽安，你竟然敢把主意打到宁宁身上！前99次我没能让你付出代价，这一次我绝不会放过你。我知道这是圈套，我没有冲动。这次不如我们就将计就计。将计就计？没错，直接拿到他转移财产的证据，说不定还能拿到他的直接把柄，让他无法翻身。好，就按你说的做。但你必须答应我，要一直待在我身边，不能离开半步。沈泽安还以为我是之前那个任人拿捏的温以宁呢，这次我要让他自投罗网。记住，等会儿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要松开我的手，听见没有？我知道了。温小姐还真敢一个人来呀？不对，还带了个帮手。副总，好久不见啊！沈泽安呢？让他滚出来见我！躲在一群小喽啰身后，算什么本事？沈总说了，没必要跟你说废话。今天把温小姐留下，我们可以给你留条全尸。傅思年，你没事吧？你给我等着！没事吧？都怪我，要不是我将计就计，你也不会受伤。傻丫头，说什么呢？保护你本来就是我该做的，还好你没事。
对不起，思年，傅思年，傅思年，傅思年。傅思年，死亡即触发轮回，每死一次，时间倒流，一切重启，整整100次，这是第100次。我1年的轮回只触发这一次，是100次轮回到临界点所产生的意外，是重生，不是选择。你到底是谁？我是你，是你100次轮回的执念，也是这诅咒的守侍者。你逃不掉，只要你还爱着他，他就不可能逃得过。思年，你醒了？你有没有不舒服？后背还痛不痛？你要不要喝水？宁宁，别忙了，我不疼，就这样陪我会儿。思年，都怪我。宁宁，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护着你，之前99次是，这一次也是。我唯一后悔的就是这次，一直想推开你，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不委屈，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一点都不委屈。我本来以为这次要把你推开，才能护你安全，是我错了。看来只有我们一起，才是打破这轮回的唯一方法。那我们就永远不分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一起面对，一起打破这该死的轮回。这次我们一定能赢，一定能打破这100次轮回，生生世世都在一起。一群废物，2个人都拦不住，还让傅思年护着我1年全身而退。沈总，傅思年身手太好，我们实在拦不住。拦不住，那就去死。沈总，再给我一次机会。害怕了？我不怕。记住，这条路没有回头路。现在傅思年重伤，正是我们斩草除根的好时候。你要是敢掉链子，下场和他一样。我知道了，我一定听话。听话就好。陈叔，麻烦把你收集到的沈泽安转移富士资产到海外的证据整理一下，全部发给我。这一次，我要一次性扳倒他。思年，你放心，东西我都整理好了。我知道你受了委屈，我跟着你父亲一辈子，绝不会看到富士落入外人之手。我们约个地方，我把东西交给你，链子的不安全。好，那就明天中午，我们老地方茶室见。等拿到陈叔手里的证据，沈泽安转移资产的罪名都坐实了，再加上我们之前收集到的证据，这一次我一定要他把牢底坐穿。真的吗？太好了，这下我们终于拿到核心罪证了。喂，请问是傅思年先生吗？我们是辖区派出所的，刚刚我们接到报警，房主陈某某在家中遇害，现场有被翻动过的痕迹。手机里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你的。怎么了，思年？发生什么事了？陈叔遇害了，证据都没了。陈叔真的死了。泽安，不是你做的，对不对？他知道的太多，留着是隐患。你疯了！你真的伤了太多人了！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完蛋的。再废话，我现在就送你去陪他。傅思年现在已经没有后手了。当我们拿下傅家，这一切都值。傅先生，你最后一次和陈某某联系是昨天下午，对吗？是。通话里你们约定了要见面交接文件。是。陈叔手上
由沈泽安挪用集团公款、转移集团资产的核心罪证。我们本来约定了今天下午交给我，但是没想到，据我们了解，你近期被暂停了富士集团董事长职务，和暂代董事长沈泽安有很深的矛盾，对吗？是，沈泽安篡改公司项目的核心数据，伪造罪证，嫁祸给我，夺走了富士集团的掌控权。陈叔手里的证据足以证明他的罪证，他就是为了抵掉所有的证据，才杀了陈叔。傅先生，你近期不要离开本市。保持电话畅通，有任何线索随时联系。思年，你别太难过了，现在警察已经介入调查了，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沈泽安杀人的证据，还陈叔一个公道。前99次，警察都介入，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这一次我提前了1天联系陈叔，没想到沈泽安的行动这么快，他做的太干净了，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证据。看来集团内部，甚至是我身边，都有他安插的眼线。我所有的后手，他都能提前摸清。思年，那我们这次就不按套路出牌。他既然能够预判你一个人的行动，但预判不了我们2个人的。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冲动复仇，而是积蓄力量，联系富士的中心老员工，找到更多的证据。相信这次我们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前99次失去陈叔后，我只会冲动地找沈泽安拼命，最后落得满盘皆输的下场。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一定要冷静。宁宁，你说的对，这一次我不会再冲动了，我要忍着，我会耐心下来，等到董事会的那天。王董事、李董事，前99次轮回里，这2个人一直是墙头草。一开始跟着沈泽安，最后看到沈泽安失势，又立刻倒戈。这2个人是我们最好的突破口。之前他们跟着沈泽安，不是真心归顺，而是被沈泽安抓住了把柄，又许下重金承诺，他们才会归顺。你的意思是抓住他们的软肋，策反他们？我已经让林助理查过了，李董事好赌，在外面欠下了高利贷，沈泽安就是帮他还了赌债，又许诺给了他一笔重金，才拿捏住了他。王董事，他儿子在国外留学，沈泽安派人盯着他的儿子，以他儿子的性命做威胁，他才不得不听命于沈泽安。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帮李董事解决掉高利贷的麻烦，帮王董事保证他儿子的安全，这样他们就不会帮沈泽安做事了，对不对？是。前99次轮回里，我从来没有试过策反他们，只当他们是沈泽安的人。最后，股东大会上面的反水也只是临时起意，起不到什么关键作用。这一次，我们提前策反他们，等到股东大会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反击的关键。这样的话，沈泽安在股东大会的势力减少一大半，这时候沈泽安就很难翻身。思年，怎么了？沈泽安又出手了。怎么了，思年？沈泽安又动手了，他伪造了一张你父亲生前欠下5000万的借条，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且申请了财产保全。现在，连你婚前的那套公寓都被查封了。沈泽安太卑鄙了，每次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想从经济和精神上控制我们。你放心，我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之前的35次轮回里，他都用了这个阴招。你已经准备好了？这是你父亲生前的银行流水、财务报表，还有笔迹鉴定报告。我已经找了国内顶尖的笔迹鉴定专家，做出了证据。只要把这些证据提交给法院，就能证明借条是伪造的，解封公寓，并且还可以反告他们诬陷。思年，谢谢你为我做好了一切。傻瓜，保护你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沈泽安以为用这一招就能击垮我们，但是他没想到，他越是步步紧逼，就越容易露出马脚。没错，
他不会就这样击垮我们。我们把证据提交给法院，这样他的阴谋就会落空。提交证据只是第一步，结婚纪念日的股东大会才是彻底清算他的终局。我还需要一笔绝密资金作为启动资金，布下最后一张网，让他彻底无法翻身。妈，对不起，儿子要卖掉这座房子了。这笔钱是扳倒沈泽安、护住宁宁、守住傅氏的最后底牌。等我赢了，一定把它重新买回来。你放心。思年，笔迹鉴定已经能彻底推翻5000万假借条，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卖掉老宅，这是阿姨留给你的唯一念想。你真的要卖掉它吗？我知道，但是我卖掉老宅不是为了还债，是我需要一笔兜底资金。第一，我们策反董事会的董事，海外追回资产的律师团费用，还有你的全方位安保部署。放心吧，一定会给你卖个好价钱的。好，思年，等我们赢了，我们一定把老宅赎回来。好。一方面的确需要资金，另一方面，这一世的沈泽安比之前都要难缠。我故意卖掉老宅，就是要让沈泽安以为我资金链断裂。你是故意的。前99次我自己选，我家底丰厚，寸步不让，他始终戒备森严。这一次我主动示弱，这样他才会在股东大会上肆无忌惮，露出所有破绽。错。泽安，傅斯年卖掉了傅家老宅，是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撑不了多久的。股东大会当天，就是他和温以宁的死期。泽安，我们只是为了夺权，而且现在傅氏已经被你掌握了，没必要。妇人之仁，斩草要除根。事情做干净点儿，别留尾巴。没用的人留着也是隐患，处理掉。站在门口做什么？怎么不进来？我来给你送明天会议要用的文件。还是知意听话。沈泽安连替他杀人的手下都能灭口，我知道他太多秘密，等他利用完，死的人就是我。这支录音笔里是他所有的罪证，是我唯一的活路，我不能就这么死了，我不能。魏宁，我错了，以前做的那些事都是我的错，是沈泽安逼我的，我也是没办法。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有沈泽安的罪证，他和董事的交易贿赂，胁迫的所有录音，还有他转移傅氏资产的明细，我全都有，我都给你。沈泽安就是个疯子，我不想死。那你想怎么交给我？明天晚上8点，城郊废弃仓库，我当面把录音笔和 U 盘交给你，只能你和傅斯年来，其他人都不能来。我怕沈泽安知道了，杀了我。许知意突然反水，太过蹊跷。沈泽安心思深沉，可能他早就察觉到了他的动作，也有可能是他的另一个陷阱。
证据呢？都在这，所有的录音，还有沈子安贿赂董事、转移资产的全部明细，都在 U 盘里。对不起，是我鬼迷心窍，帮着沈子安害你们。精彩，真是太精彩了！徐之夜，我待你不薄啊，你竟然敢背叛我！沈子安，你怎么在这儿？你以为你偷偷录的那些东西我不知道啊？我就是想看看你敢不敢把这个东西交出去。没想到你竟然真敢吃里扒外。把 U 盘交出来，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不然的话，今天谁也别想活着从这走出去。对不起，这是我唯一能赎罪的方式，你们一定要扳倒他，他就是个疯子。沈泽安，你又欠下了一条人命。傅斯年，今天算你走运，撤！这些证据是许之一用命换来的，我们不能辜负他，也不能放过沈子安。一定。沈泽安已经定了结婚纪念日当天召开股东大会，彻底夺走富士。他明明知道我们手里有证据，握有铁证，怎么还敢这么嚣张？他就不怕我们当场报复他、曝光他吗？他只是有恃无恐，笃定我如今身无实权，已经把我逼入了绝境。其一，他已经在大楼周围布下重兵把守，认定我们根本进不了会场，就算有证据也无处曝光。第二，他已经掌握了整个董事会，冻结我所有账户，清理完中心人手，自以为大权独揽，认为我们手上就算有证据也无力翻盘。其三，他狂妄至极，以为自己步步为营，算无一策，从夺权到栽赃都天衣无缝，认为我们就算有证据也无力翻盘。他打得一手好算盘，但他忘了这一次我们是并肩作战，并且看透了他的小伎俩。这个地方就是你说的他每次开会中途都必须要去联系幕后者的休息室。没错，这里是他会议中途唯一离开会场的机会，也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把所有的证据都接入会场当中。只要趁他去休息室打电话的时候，把所有的证据接入会场的大屏和音箱当中，就算他再自以为是，就算他再自负，我们也一定会让他成为众矢之的。沈总，富士大楼的布防计划已经做好了。股东大会当天，我们会封锁大楼所有进出口通道，每一层都会安排人手把守，尤其是会议室和顶层，绝对不让傅斯年有机会混进来。做得不错，傅斯年一定不会放过这次股东大会，他一定会想办法闯进来。我要你们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进来，明白吗？是，沈总，我们一定会严防死守，绝对不会给傅斯年任何可乘之机。下去吧。傅斯年，你以为拿到许之意给你的证据就能翻盘了？太天真了！股东大会当天，这富士大楼就是你的坟，我要让你亲眼看看你一辈子守护的富士落到我的手里。他果然在整栋楼设下重兵，每层都设了关卡，这不就是严防你入场，困你于死局吗？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必须去。这次是我们唯一一次彻底扳倒他、打破轮回的重要时机。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无论多危险，我都陪着你。明明，前99次轮回，结婚纪念日这天都是我失去你的日子，但是这一次，我要让这一天成为我们打破轮回、重获新生的日子，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再伤害你，绝对不许。
还在看之前失败的经历吗？我在看之前99次失败的原因，明明每次都找到了休息室的漏洞，但是没有一次成功。每一次，要么是我被沈泽安的人拖住，要不就是集团的监控没有干扰成功，要么就是数据同步到一半被打断。这一次，我一定要补上所有的。好，这次我们一起，还有安排的人，一定不会再出错了。这次不一样，有带着记忆重新回来的你和我并肩，再加上我们提前布防，干扰了集团监控，还策反了董事，甚至布置了暗卫进行接应，所有能想到的路，我全都堵上了。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你。副总，策反董事，监控干扰，外围安保都已经安排好了。您卖掉的老宅资金已用于温小姐的安保部署和律师的费用。至于王董事和李董事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股东大会当天，只要证据一曝光，他们就会联合其他中心的同事一起指证沈泽安，罢免他的职务。大楼后勤通道的通行证准备好了吗？照片和信息都已录入完毕。股东大会当天，监控已经动了手脚，给你们留了足够的时间潜入。干得不错。副总，这股东大会当天，你和温小姐2个人进去实在是太危险，全都是沈泽安的人，不然我带些人陪你们一起进去，也好有个照应。不用，你有更重要的任务。股东大会那天，你带人在外面接应。一旦我们成功曝光了所有证据，你立刻带人接管公司所有部门，并且查封沈泽安的账户。这次绝对不能让他有任何逃跑的机会。是，我一定完成任务。都准备好了？监控干扰、后勤通道，还有外围接应，全都安排好了。老公，你真厉害。喂，小林，什么事儿？喂，小林，傅斯年，你好，你的好助理现在在我这儿，没想到吧？你的行程，你的所有安排我都了如指掌。沈泽安，你到底想干什么？明天上午，你一个人来成交的仓库，用你来换。记住，你要是敢报警，或者有第2个人，我就立刻杀了他。喂，怎么办，思年？他把林助理抓走了，他还是担心你前入股东大会，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威胁你。他这是调虎离山，他明知道我不会抛下林助理，他故意让我去废弃仓库，就是为了让我赶不上明天的股东大会，这样他就可以顺利的接管富士集团，不可能重击他。但是我也不能，我不会弃林助理于不顾。他算准了，我不会弃林助理于不顾，也算准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前99次轮回，我就是陷入了这样的两难境地。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兵分2路，你去救林助理，我潜入大楼，我们相互配合。不行，你明知道他在大楼布下了那么多重兵，你一个人去就是自投罗网。没关系，你忘了吗？我们有策反的李董跟王董，里面还有我们安排的人，还有接我们的人。我乔装成水电工，然后潜入大楼，他的注意力全都在你身上，根本不会想到我会一个人去股东楼。放心吧，思年，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在股东大会中途把证据给所有股东看，到时候你救完林助理就赶快来找我。那你答应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等我过来，听明白没有？我答应你，你也要答应我，
平平安安的把林助理救出来。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找我，好吗？干什么呢？证件拿出来。副总，你怎么真来了？沈泽安就是为了调虎离山，让你赶不上股东大会，你不必管我。少废话，快走！各位董事，傅斯年在位期间挪用公款，泄露公司项目数据，给公司造成了巨额的亏损，已经不配再担任傅氏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今天我提议正式罢免傅斯年董事长职务，由我接任，带领傅氏集团走向新的高度。我同意。沈总能力超群，这段时间你把公司搞得井井有条，只有你沈总才能带领傅氏走出困境。我也同意，傅斯年犯下这么大的错误，早就应该被罢免了。同意。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表决，正式罢免傅斯年董事。抱歉各位，我去趟洗手间，10分钟之后继续表决。这个事怎么办？机会来了，4年，对不起，这次我等不及你了，我先替你揭开沈泽安的假面具。你放心，董事会这边很顺利，董事们都不敢。等我正式接任董事长，傅氏集团就是我的了。傅斯年那个废物现在还在仓库呢，根本赶不过来。原来沈泽安背后真的还有幕后之人。傅斯年，你斗不过我的。傅氏是我的，所有的一切都会是我的。您放心，股东大会这边很顺利，董事们都不敢反对。傅斯年那个废物现在还在仓库，根本干不过。傅斯年就是个废物，给我省得团团转。我早就篡改了项目数据，挟持老张家人逼他做假证。陈叔知道的太多了，留着就是隐患。我早就派人把他处理了。许师义敢背叛我，也是他活该。还有温以宁，早晚要把他攥在手里，让傅斯年痛不欲生。傅氏的资产全都会被我转移到国外，谁也拦不住。简直丧心病狂！竟然是他一手策划了所有阴谋，杀人灭口，栽赃陷害，这种人根本不会留在傅氏。关掉！全都给我关掉！这都是假的，都是傅斯年伪造的，你们情有别尽的！关掉！给我关掉！沈泽安欠我们的，欠陈叔的，欠许之意的，现在你该一笔一笔全部偿还了。各位董事，这些证据根本就不是伪造的。沈泽安用我欠高利贷的事威胁我，让我在董事会上帮他说话，罢免副总。这些声音里面内容都是真的，我也可以作证。沈泽安拿我的儿子威胁我，让我听从于他，他做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两个可以同时指证他沈泽安。你们敢背叛我，就不怕我报复吗？沈泽安，你的死期到了！你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还想威胁我们，简直是做梦！我宣布，立刻罢免沈泽安的执行董事职务，恢复傅斯年先生的董事长职务，并马上报警，把沈泽安交由公安机关处理，追究他的所有刑事责任。同意！同意！同意！
沈泽安，你坏事做尽，害我家破人亡，伤害我的挚爱，今天该你付出代价。都别动，谁动我就杀了他！傅斯年，没想到吧，我还留了一手。沈泽安，你放了他，傅氏集团我可以交给你。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互不相欠。你想要的不就是这些吗？你放了他，我可以给你。傅斯年，我想要的不止傅氏，你最在意的不就是温以宁吗？我就要当着你的面毁掉你最珍视的东西，我要杀了他，让你下半辈子都活在失去家人的痛苦里，生不如死。不，宁宁，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出事，绝对不会。傅斯年，你们都得死，都得去死！傅斯年，你撑住，马上叫医生，马上！宁宁，这次我终于护住你了，你没事，太好了。快，赶快备车，联系私人医生，所有人赶去傅氏别墅，快！喂，傅斯年，你醒醒，你不许杀！你看看我，我求你了！我会抓住你，不放开。傅斯年，你答应过我的，你要和我一起打破轮回，你不许食言！傅斯年，沈泽安，你涉嫌故意杀人、商业诽谤、挪用公款、行贿受贿等多项罪名，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都得死！警官，沈泽安的藏身窝点、被胁迫人员的囚禁位置、杀人的同伙信息，全部都在我刚才提供给你的线索文档，请你们立刻实施抓捕，我留下来配合调查。收到，我们马上行动。都得死！走，都得死！都得死！各位董事，请你们稍等，我处理完警方笔录，立刻就回来主持大局，稳定公司秩序。傅斯年，你一定要撑过来！你已经经历了99次的痛苦，这一次看轮到我们好好活下去！求求你一定要平安，一定要撑过来！你不要死！你答应过我要种玫瑰花的，我们还要好好活下去。温小姐，您就吃点东西吧。您都在这守一天了，这么下去，您的身体会垮的。而且副总醒过来，也不想看到您这个样子。我不吃，我要在这里等他出来。他不出来，我哪儿也不去。这一杯叫最佳女主角，我的宁宁永远是我心中最宝贵的存在。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一定给你补一个圣诞礼物，然后安安稳稳的过一生。我们还有很多甜蜜没有实现，你答应给我的婚礼也没有兑现。你说过陪我走完余生的，你一定要撑下去，我不能没有你。傅思念，你这个骗子！你说过要护我一辈子，你说过要和我一起打破轮回的。你要是敢这么走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医生，他怎么样了？子弹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失血过多，还在昏迷当中，没有脱离生命危险。能不能醒过来，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是话不算数。傅思年，我求你了，你快醒醒！你只要醒过来，我干什么都行。各位董事，目前沈泽安已经被警方逮捕，他安排在公司里的所有亲信也都已经被清理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阻断沈泽安的所有关联账户，追回他在国外转移的境外资产，稳定公司的运营，避免出现更大的亏损。我同意，副总为了公司差点丢了半条命，我们一定要替副总稳住公司，不能让他的心血白费了。我也同意。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您助理尽管开口，我们将全力配合。我们全力配合，支持。目前，沈泽安他的所有账户都已经被警方冻结了，他转移出去的境外资产，我们已经联系了专业的律师团队，全力去追回。公司现在所有的运营都已经走上正轨，一切事务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温小姐，公司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沈泽安的亲信已经被清除，转移的资产也正在全力追回。我相信等副总醒来之后，一定会看到一个完好无损的傅氏集团。辛苦了，宁助理，谢谢。不辛苦，温小姐，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副总还需要你。思年，你听到了吗？公司已经稳定了，沈泽安也被抓了，你快点醒来好不好？我们还有好多事情没做，你还没给我一个圆满的婚礼，快点醒过来好不好？宁宁，思年，你醒了，你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宁宁，别哭，我没事，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医生，医生！恭喜你啊，温小姐，副总手术非常成功，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子弹没有伤到要害。后续只要静心休养，很快就能痊愈。傻丫头，哭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傅思年，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以后不可以为我当子弹，不可以把自己处于危险当中。如果你再这样，我真的生气了。好，宁宁，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不过没关系，只要你平安的，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这次我们扳倒了沈家，以后我们终于可以好好的在一起了。怎么了？是林助理发来的消息吗？警方通报了，沈泽安罪证确凿，已经被提起公诉。这次老底怕是要坐穿，他的所有党羽也全都被抓了，一个不剩。真的吗？那太好了，这下我们终于彻底解决沈泽安了。现在我不用一直紧绷着心了，也不用夜夜盯着你，怕你出事了。我呢，什么也不求，我只求你好好养伤，以后的3餐4季里，安安稳稳的陪在我身边。解决了沈泽安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傅思年、温以宁，沈家的仇，傅家的债，才刚刚开始。百事血仇未解，沈总沉冤未白，你们想安稳度日，简直是痴心妄想。我会亲手把你们拖回轮回地狱，让傅家血债血偿。等着吧，用不了多久，我会让你们知道比死更痛的滋味。哼！等你养好伤，我们把花园里种满玫瑰好了吗？我的宁宁，想做什么我都陪着你。我们还要去海边旅行，买一只小狗，还有一只小猫。哦，对了，还有傅家的老宅，你要赶快赎回来。想什么呢？这么出神？在想我的宁宁值得世间所有最好的。骗子！疼，宁宁。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想清楚，有些不安。
你是说沈泽安背后的操控者？还有，轮回的起因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能再等了，我要马上查清楚，杜绝所有的隐患。副总，沈泽安已经全交代了，这血咒根本就是个刻意设置的误会。误会？沈敬山和您父亲确实是生死兄弟，两个人白手起家，共创了傅氏。但在20年前，行业里的死对头设计勾践沈敬山，说他挪用巨款，构陷他背叛傅家。对方的真正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搞死沈敬山，而是要沈傅两家世代成仇，同归于尽。另外，在沈敬山的手机里，我们还找到了另外一个人的信息，沈烈，他是沈敬山的死忠。在沈敬山死后，他只信他一个人的绝笔遗书，其余什么都不肯相信。后来，他就收了沈泽安当义子，把他培养成一个复仇的利剑。所以，沈烈才是幕后主使，沈泽安只是他手中的一把刀。他们恨了我们傅家这么多年，没想到竟然恨错了人。我父亲，他知道吗？您父亲从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件事情，拼死想要营救他，甚至不惜花费半壁傅氏换他性命。可是无奈对方下手太绝、太狠、太快，连营救的时间都不给。后来沈敬山入狱之后，在狱中被蒙蔽、被欺骗，以为是傅氏为了权力出卖了他。后来不惜以魂飞魄散为代价，立下了最毒的血咒。血咒的内容是什么？咒父是世代子孙永无善终，还共真情者，必与爱人同众咒。两人如彼岸花，花开不见叶，生生相错，永世相克，百世轮回，百世折磨，只能活一个人，直至一个人彻底消散，咒才能解除。他不是要你们死，他是要你们傅家长寿，爱而不得，护不住，守不住，眼睁睁看着挚爱惨死。你若护他，你死；你若不护，他死。百次轮回，无解。所以，我和宁宁每次死亡，都是在触发轮回。另外，我还录到了沈泽安的一些话。傅斯年，你以为你招了我就能赢吗？没用的，血咒已成，你们傅家世代欠我们沈家，你最后还是为了你的魏宁死，生生世世不得善终，永困轮回。你是谁？我是你百次轮回的执念，也是这血咒的守望者。沈敬山的诅咒并未解除，沈烈不死，血咒不除。现在，你必须做出选择。什么选择？2选1，无例外。要么你以命献祭，轮回终结，他被平安终老；要么温以宁命运，轮回结束，你此生无虞。我选第一条，我死，他活。血咒已尽，你只剩下最后7天的生命。要想护他周全，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恨你，远离你。可千万别让他为你殉情。思年，你什么意思啊？以后还是保持距离吧，我不习惯太过亲近。你又在闹什么脾气啊？你明明昨天不是这个样子的。没必要了，沈泽安入狱，沈烈也不知道下落，傅氏集团也已经安稳了，你也没有价值了。你很痛苦，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他恨你，还会活下去。我知道，可是每说一句狠话，都像在剜我的心。你们立刻去办2件事：第一，24小时盯紧傅斯年，查清他的行程，傅氏集团所有的安保布防，一丝一毫也不能漏；第二，摸清他的软肋，尤其是温以宁所有的行踪。是，石先生，我们已经排查完毕。傅斯年近期状态异常，与温以宁关系彻底破裂，两人形同陌路。形同陌路？哼，傅斯年这点小把戏骗到了别人，骗不了我。前99次轮回，哪一次不是为了他豁出性命？继续盯紧温以宁，他是我们扳倒傅氏唯一的筹码。这一次，
我要让傅家血债血偿。7日，只剩下7日。宁宁，我多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多想陪你种满1园子的玫瑰，多想跟你去海边走完这辈子。可我不能，我选了我死，他活，我只能让他恨我。只有他恨我，在我走后，他才不会跟着我一起疯。你这样折磨自己，折磨他，值得吗？只要他能平安，就算他恨我一辈子，也值得。沈烈已经回国了，他的目标从来都是温以宁。你越是推开他，他越是会往危险里闯。他敢动宁宁一根手指头，我就算是魂飞魄散，也绝不会放。傅思年，你看着我，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是不是沈烈回来了？你又想把我推开？温以宁，别自作多情，我傅思年从不怕任何人。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我们明明才刚刚熬过这一切。我只是腻了，以前的温情都是演的，现在戏散了，不想再演下去了。副总，沈烈已经联系了许多当年的旧部，动作频频。你看，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增强公司的安保布防？安保升级。另外，安排明天下午的飞机，把温以宁送到瑞士的私人别墅去。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他回国，也不准他接触国内的任何消息。别墅安保加倍，24小时设置。副总，以温小姐的脾气，如此执拗，她肯定不会愿意的。加上这段时间为了不让她陷入危险之中，已经可以和她保持距离。您这么做，照做就行。他离得越远，就越安全。沈家的目标从来都是我，我不能让他卷进来。这是什么？明天下午的机票，去瑞士待着，别来烦我。傅思年，你什么意思？我腻了，不想再看见你。你走得越远越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我不走，我哪儿都不去。你以为把他送走就能护他周全吗？我不想他看着我死，我怕他会伤心，我真的很害怕，我怕我会失去他，我怕他会死。你的时日不多，就做你想做的吧。好，只要他能平安，我做什么都愿意。沈先生，我们已经完全摸清了温以宁的日常作息，他每天下午3点都会去街角的花店买玫瑰，路线固定，身边没有任何安保。傅思年想要把他送去瑞士，但他拒绝了，两人大吵一架，关系降到冰点。傅思年啊，傅思年，看来我猜对了，越是不在乎，越是把他保护得这么好。盯紧温以宁，必要的时候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我要用他把傅思年拖进地狱。哼！傅思年，你到底要把我逼到什么地步？就算你不爱我，你也要告诉我为什么。那我就给你个理由，我玩够了，不想再继续了。
我不信，明明爱我。我早就告诉过你，温以宁，我从来没有爱过你，我和你之间只是逢场作戏。现在沈泽安被抓了，你也没有利用价值。这套房子留给你，我去住公司，从此我们两居。你要么好好待在这儿，要么就按我说的，去瑞士，不准再出现在我面前。沈先生，傅斯年已经彻底搬出傅家别墅，两人彻底决裂。温以年现在孤身一人留在别墅，情绪崩溃，身边没有任何安保人员。好，非常好。傅斯年自己找到了退路，把温以宁孤零零的留在原地。看来老天都在帮我。要不要现在动手？我要让傅斯年亲眼看着，他想拼命保护的人，最终还是毁在自己手里。温小姐，醒了，别害怕，我只是请你来做客。等会儿傅斯年过来，用他的命换你的命。沈烈，你疯了！非法拘禁是犯法的，你拿这个威胁傅斯年是没用的，趁早放我！他不会，前99次轮回，他哪一次不是豁出自己的命救你？这就是他刻在骨头里的死穴。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选择傅氏，还是自己的命，还是你？傅斯年，温以宁在我这儿，今晚12点，叫去废弃仓库，不准报警，不准带任何人，你一个人过来，晚1分钟，我就卸他一根手指头，你可以试试。副总，我们立刻报警啊！安排特警一起去救温小姐。不行，沈烈说了，我敢带任何人过去，他就对宁宁动手。我自己去。我走以后，傅氏集团的所有事务都由你代管。我已经立下遗嘱，把我名下所有的股份和资产都转移到温以宁名下。记住，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准报警，不准跟过来，护好他。这是我最后的嘱托。是，副总。宁宁，对不起，我用冷漠把你推开，对不起，我骗了你这么久，就算没有沈烈，没有这种绑架，今天也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宁宁，对不起，我最终还是把你卷了进来。我走以后，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结束复试，忘了我，平安终老，不要因为我的死而难过。这是我身为你的爱人应该做的。宁宁，我们经历了100次生死，100次轮回，我对你的爱一直都没有变过。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会找到你，和你一起幸福的生活下去。思年，你快走！他要杀的是你！你快走，不要管我！傅斯年，你真来了！我以为你会像你演的那样，不在乎这个女人了。啊！沈烈，我来了，放了他。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傅氏集团的股权，还是监狱里面的沈泽安，只要你放了他，我都可以给你。好，签了这份股权转让书，把傅氏转到我的名下，然后去警局自首，扛下所有罪，把沈泽安换出来，我就放人。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要么签，要么看着他死。好，
钱。傅斯年，不要！傅斯年，你不要钱！傅斯年！沈烈，你不知道吧？当年害死沈静山的根本不是我父亲，是他的仇家，是我父亲拼尽全力想救他，到最后也没有成功。傅斯年，我守了沈家20年的仇，我信了一辈子的遗言，你今天跟我说是假的，你骗我，你们两个今天都得死！傅斯年，你不要死！傅斯年，宁宁，不要怕，就算不救你，今天也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血誓终曲，我躲不掉的。好好活下去。我爱你。我不要！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献祭完成，以命换命，以爱解咒。温以宁得以摆脱轮回，平安终老。傅斯年魂魄消散，但爱已不散，百次轮回已终结，执念可化形，永守所爱。温小姐，这是傅总生前留给您的，他特意交代，等他走后才能把这个交给您。这里面有他想对您说的所有话。宁宁，对不起，原谅我用冷漠推开你，原谅我骗了你这么久。就算没有沈烈，没有这场绑架，今夜也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血咒的终局，我躲不掉，我只能选择死，你活。对不起，宁宁，最终还是让你卷入了这场纷争。我走之后，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接受复试，忘了我，平安终老。不要因为我救你而难过，这不是你的错，是我心甘情愿，是我身为你的爱人必须做的事。我爱你，宁宁，跨越百次轮回，历经百次生死，我对你的爱从未改变。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还要找到你，好好陪你一辈子，再也不分开。傅斯年，你这个骗子，你让我忘了，可我怎么能忘？温小姐，下午3点，股东大会已经召开，各部门都已经就位，沈烈参与势力全部清理完毕，现在复试已经彻底安稳了。林助理，后续复试的事情多费你操心，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温小姐，副总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你骄傲的。他没有离开我，他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陪我。思念，岁岁年年，我都在。99次，他一个人扛过了99次。以后我替你看遍人间四季，替你走完你没走完的路。
我安好，勿念，岁岁平安，等你重逢。各位董事，从今天开始，富氏集团将重启核心项目，创立公益基金，用于扶持创业、救助孤儿。这是傅先生一直想做，却没来得及做的事情。温小姐，您比我们任何人都更适合带领傅氏。我不是带领，我只是替一个人完成他一生的心愿。我爱你，娘娘。跨越百次轮回，历经百次生死，我对你的爱从未改变。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还要找到你，好好陪你一辈子，再也不分开。宁宁思年，宁宁，我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很想你，我每天都在想。我好想你。我知道，宁宁，我一直都在，百年血誓圆满兑现，但是我的执念从未消散，我舍不得留你一个人，所以我回来了。宁宁，这一世没有血咒，没有轮回，没有恩怨，也没有生死离别，我以执念为形，陪在你身边，岁岁年年，永不分离。傅思年，岁岁年年，你看到了吗？